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气台20年的实况转播。在今天12月14号的下午5点钟，我们持续在国立彰化师范大学的体育馆为大家进行第一天赛事的第2场比赛，将是由屏东台电要来面对地主彰化三大有限。好，来看一下目前在赛季的得分前，我们要把握一台还是排在第1，那恩德是排在第2，世豪排在第3，那八哥排在第4，李源呢是排在第5名。 好，另外在战绩的部分，联庄目前是9胜2败，积分26分，排名第1。而屏东台电呢8胜2败，积分22，排在第2。那美基农呢是7胜5败，积分20分。那桃园台产呢是4胜5败，积分在12分，排名第4。那彰化三大有限呢是3胜9败，而台北康品呢目前是1胜9败。 好，那今天呢这一场激烈的比赛转播工作呢，将是由我李秉进以及我身旁大家熟悉的梦话来为您服务。梦话你好，秉进好，各位好，我是梦话。是，那梦话今天要连3啊 ，OK， 没有问一起题啊。过这个非常愉快的排球周末。没错。当然在两队呢今年呢有过一次的交手，当时是大战5局，才分出胜负哦。不过对于彰化三大有限来说比较可惜啊，上个礼拜在自家的主场那跟联中大战5局输球，那隔天呢跟桃园台产其实3局都有机会拿下来，但是最终都差了一点点运气啊，所以在主场等于是吞下了2连败。那对于三大有限来讲，今天呢势必想要在主场胜场上开火。没错，而且我觉得其实，在三大有限，虽然他们算是也是比较新成军嘛，因为他目前第2年啊。对。那我觉得他们其实真的一次都比一次的还要进步，不管是在搭配上，或是人力在配合上，我觉得他们就是已经 渐入佳境啊，对，所以他们想要去挑战每一队，其实不是没有可能的哦。没错，那包括在上个礼拜跟联中是打了5局的大战，差一些啊。当然，在透过这个周间，其实这个大专联赛也在打，那彰师大也是很辛苦啊，他们也是打了一整个礼拜的比赛，那衔接着又来到周末的气排。没错，尤其像上礼拜他们打完比赛，我刚刚就有听说他们其实当天的晚上就前往 屏东去参加去打大专杯啊，对，当时在大人。没错，所以其实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也不是说辛苦，只是我觉得他们一定都会做好这样子的准备，就是有企业联赛，接着就是大专杯，再来到这个礼拜的企业联赛，我觉得他们一定都是有 准备好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他们很辛苦怎么样？但我觉得以赛代训也没有不好啊，一直延续这样子比赛的感觉。那我相信他们在每一个人的不管是在治疗啊，或是在运动伤害这部分，一定都会有做很好的一些调配哦。相信彰化三大这边的团队呢，会给选手们最好的照顾。是。好，本场比赛马上就要展开了。 首先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第一裁判国家 A 级裁判陆俊豪先生，来自台中市。第二裁判国际裁判陈佩云小姐，来自台北市。好，今天的1裁是陆俊豪，2裁是陈佩云。国家1级裁判张启宏先生，来自台北市。第二资讯员国家 A 级裁判但有心小姐，来自台北市。 2名司线员分别是张启宏跟戴永兴。接着为您介绍本场比赛控制委员，审判委员陈喜燕先生，来自嘉义市。审判委员是陈喜燕老师。技术委员吴炳良先生，来自台南市。技术委员是吴炳良老师。 接着为您介绍的是双方球队先发阵容，首先是屏东台电队2号王宇辰，3号庄少杰，14号曾祥明，18号许文成，16号林启辉，69号梁正南，42号李嘉生。执行教练张夏元先生，教练李正南先生，教练李志杰先生。
哇，今天我们看到彰化三大有限的领队谢依凤小姐呢，又亲临现场。上个礼拜，这个谢小姐也是来到现场帮自己的球队加油打气的。希望今天彰化三大有限呢能打出精彩的好球。没错。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先发名单。那在屏东台电这边呢，包括了8号的庄韶杰、2号的宇辰，那18号的许文成、19号的林一辉、99号的黄正良，那14号的曾祥明。那2位自由球员呢，分别是李嘉轩跟李伟轩。那在彰化三大有限的部分呢，包括7号的大界陈建平、33号的子林、30号的建豪、5号的陈恩德、18号的张廷汉、3号的陈玉玲。那2名自由球员呢，分别是许敬凯以及邱义祥。 上一次的交手是在11月24号，在凤山体育馆，双方大战了5局，最终屏东台电在第5局15比11拿下。那这一次呢，是来到了三大的主场，来看大界的发球。 对，郑良其实在，因为之前他也是有在服役的状况，那目前现在回来，那跟球队整个搭配都还是很有水准哦。那其实他现在也算是台电目前最主要的一个攻击手之一哦。是。哦，直接打了 touch out， 建好。 啊，上一次的交手呢，建豪个人是拿了13分啊，表现也相当的出色。嗯。子林发球。啊，这个是没有注意到怡辉这边有打快攻哦，在面前的廷汉稍微是有点落掉了啦。对，完全没有起跳。对对对。 轮到许文成的发球，好，要做快攻，没有配合好，台电的机会，再来一个斜线，守住，还有啊，太急了，太急了，文德，哇，结果被扣死，是完全是没有角度去进攻的哦。我来看这一次的 Monster Block， 对，确实在修正球。 比较容易会让攻击手有压力的是，因为其实前排的拦网，台电这边前排的拦网是已经做足了准备去拦恩德哦。对，刚刚是夏明跟怡辉啊双拦网，啊，可惜这一次的发球直接挂网了，文成。轮到建豪的发球，目前2比3。 做长攻，哦，这一球差一点点啊，是落在了界外。对，但是你要看在屏东台电这边哦，我觉得他们就是跟其他队看起来比较不一样，是他们在不管在接第一颗球，甚至在处理每一颗球，感觉都比其他来队的稳定很多。对，接发球。 做一个逼快，再给怡辉的球，其实蛮多场下来的，我都觉得建议可以给怡辉球再高一点哦，因为他其实左手是他在出手必须要在高点打到球，他才能很多得分的机会。太低的话，我觉得还蛮可惜的哦。修正球。哦，结果这一球没有带起来，出了界外，双方4比4。 恩德，目前当然在得分榜上呢是名列前茅啊。是。上一次恩德面对台电呢，个人是拿下24分，全队最高。哇，小杰打点还是很高的、哦，真的。对，因为其实，在以往的7年，其实比较少看到他的身影，也是因为他有膝伤的一个困扰哦。不过今年他在整个调整上，又可以这样回归球场来打球，我相信他是已经有做好了很多准备哦。
黄正良的发球，后排来一个，啊，接喷了。对。 刚刚大界是做给后排的子琳，廷汉发球，还有，一样给阿德，啊，还有再来 ，nice cover，这次做给子琳，再被拦回来，再一次，哇，对，不得不提哦，其实屏东台电哦这边有非常好的优势，就是他们的拦网很高，而且定位也是很有经验哦。那彰化三大有线这边呢，必须就还是要在配球啊以及攻势上要有一点变化，不然他们要得分的机会就比较低一点哦。 哇，这一次有了，再来挑战一下。是。哇，第一次被这个小杰给拦回来了，这一次呢是突破了对方的封锁，是6比6。修正球。 哇，怎么可以喷这么远？对，哇，这个棒数。少杰的发球，哦，子琳。 对，子琳也是在在几场的进攻下来，他其实自己也成长很多、哦，不会再想是要用硬打的模式去做攻击哦。他其实也练了蛮多，就是打touch out哦，因为毕竟他知道自己的身高比较没有占到优势哦，所以他就必须靠一些个人的技巧来得分哦。对，子琳身高是181公分哦。破坏接发。 哇，打点是文成的处理球哦！我从第一次讲评讲到现在，我都在说文成的处理球真的是很棒哦。对。哇，知道可能没办法强攻了，那我们就打这个落点。是。悲局给子琳，台电守住，反攻。哦，斜线还有。 还可以打吗？可以。后排还是攻。八股的正良。哦，这一球被拦住了。这个修正球感觉是正良稍微有点太早进了有。不过球举起来确实也没有那么的到位了。对。完全拦网是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后排的祥明哦，所以其实在，一开始应该就是要先确认一下对方到底有哪一些点是有攻击手的存在。所以前面拦网已经先被骗起来了，是，所以后头是完全 no call 的情况之下，目前9比8。感觉完全是没有角度可以打进去的。是哇，今天台电在第一局哦，目前进行不到一半啊，其实拦网的得分的数目是非常不错的。对，其实，在屏东台电这边哦，如果他们的拦网啊是有把整个阵型有摆好的话，其实他们都可以就是可以打得很顺啊。但如果只要不顺手，第一个出事的都是拦网，真的。对，出事了，哇，接喷了。 哦，屏东台电又利用这一次的发球啊，直接拿下了分数。文成倒向了廷汉啊。好，那场边喊出了暂停，目前暂时由台电11比8， 3分领先的彰化三大有限。
来加油！加油，小李！先走了，先走了。好，暂停回来，持续由文成来发球。哎，可惜，还是强烈的跳发，最后打在了网带上。接发到位。啊，打得非常聪明啊！已经骗起了拦网之后呢，找到了空档直接拨。是，祥明其实在几场下来哦，尤其他上一场其实是有因为膝盖的受伤关系是没有下场的哦。那在之前他的表现，我是希望他的打点稍微可以再多变一点，不要都只有一直往下打，甚至是球点会下降哦。对，如果他把他的攻击模式稍微再多变一点，台电这边会更好打哦。是，后排老二被守住，来强势波。哦，这球被压过去。对，虽然说这个举球是有点靠网的，不过郑良也是经验很好的，先上去，先追到球的底下，来去做一个压球的动作。接发没有到位，修正一下后排，哇，打长了，有 touch 吗？第一时间主审是判了奥赛。对，所以现在彰化三大有线来提出挑战。后来没有挑战了，选择不挑战。对，因为也判了 touch 啊。是哇。玉林，哇，单人拦网啊，把这一分给要回来。好，接球没到位，彰化三大的机会，还有，好，恩德带过去。快攻来了！这个快攻也是挺可怕。是哇，直接定在3米线呢。对。郑良发球，14比11。啊，恩德这一次的后排没处理好。是，现在整体三大这边，要去加强的应该是接发球的到位率哦，因为其实在前几场他们常常会有2个人中间会放球的默契上的一些问题哦。那就我每次看到秋姐都会跟她说个几句，说秋姐嘿加花球哦，就毕竟我专业我领域，我还是可以讲一下那个接发球哦，好跟不好。我觉得没有关系，但你的位置一定要先讲好，你的默契要先培养出来，你才能会有好的接发球啊。对。哇，刚刚在梦话讲接发球的同时啊，彰化三大这边又是因为接发球不到位，是又丢掉了这一分了。对。当然，或许是屏东台电这边的发球确实给彰化三大有线这边很多压力哦。但不管如何，接发球还是要到位。对，这是基本功啊，第一步。对对对。啊，打到了标志杆。哎，郑良这边想要挑战很边的边线的发球得分哦。是。对。而且一直要把球啊发给廷汉啊，但是打到标志杆了。廷汉的发球，12比16。
还有马古来一个，恩德哦。 廷汉的发球，哇，找到了空档，虽然是双人拦网啊，还是被台电给突破。是因为毕竟祥明在攻击的时候是面对前排的大介哦，对他的身高确实比较对于拦网是比较没有那么优势啊。对，不过不得不提，其实大介在拦网跳上去的节奏哦，就真的比较好哦。嗯哼。好，米汉这时候上来接替文成，哇，第一波又被拦住。 哇，今天台电在第一局光靠拦网啊，对，就收下了不少分数了。是。祥明，再修正一颗。三大有线这边想要去挑战刚刚台电这一颗是，可能会有变成4级球的状况，因为刚刚的快攻感觉是打在网带上的，对，所以他们第一时间想要去挑战。所以确实是有触及到手的、哦。好，所以三大这边挑战失败。快攻来一个，台电守住，反攻。这一次彰化三大呢也是利用防守呢把分数给要回来。 面对敏汉的进攻呢，对，而且直接被大介给拦住了。没错，没错，对。第二次，再把分数给拿下。没错，敏汉这颗很明显就是想要加快他的出手哦，赶快把这颗球打掉哦。 因为其实上一颗他出手确实也比较慢了，球点就会变得比较低，所以才被大介给拦到。好，这时候把小 B 给换上来。台电又有机会过一个快攻，拦住了第一波。哇，有点冲哦。后排恩德，大介，哇，完全是。哇，虽然大介这边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个人动作，不过怡辉这边还是有注意到哦。对，来看一下，哦，大介，对，确实有骗到了，不过怡辉有补篮哦。 骗到了敏汉，但是怡辉抓的 timing 恰到好处。对。恩德打了 touch out。不过整体来讲，我觉得现在三大有线的进攻确实也还是比较单调一点哦。 对，我觉得可以运用一些快攻与第二时间的个人时间差来去做一个进攻，我觉得会比较来的有他们整体的内容啦，内容性可以再高一点啊，会比较丰富。对，你丰富了，在台电这边的拦网确实一定就会奏效哦。
所以在进攻上面呢，梦话给三大建议就是更多元一点。对对对，不过接发球还是要先再加油一点。三大打了 touch out， 现在形成了16比22。子琳，哇，可惜呀，对，战术上面很棒的，对，做的非常的华丽啊。对对，我刚刚也是想说华丽这个字，对，我觉得还蛮可惜的哦。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这球是没得分啊，但是也达到可能原本的战术设定了也相较之下，在屏东台电这边呢，确实他们施展的比较多，就刚刚梦话讲比较丰富的一些内容。对，因为毕竟他们球有到位吧，而且现在其实是在分数领先的状况下，他们当然有那个自信以及那个空间可以去发挥他们想做的事情。那三大有线这边确实在接发球不到位的情况下，目前也落后了，所以他们目前也只能先做最基本的事情哦。但是如果你不突破，永远就只会这样子而已。台电已经稍微将比分拉开啊，23比17。文成发球，接发到位，拨拍老二，对，完全是有调开拦网的一个空档老二哦。建豪发球，18比23。哇，长了一点。对。那发球出界之后呢，屏东台电已经来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4比18。移回发球，同样也是过场。恩德的发球，接发到位，快攻！这一次虽然接发到位，也做出快攻啊，但是突破不了玉林啊，场边球解，给球员拍拍手啊。是因为小 B 其实在攻势上哦，他需要再早一点，应该是说他再早点起来，因为他这个看起来是有点边跳边打的，他就没有角度去打哦。对，拦下的是小 B 啊。对对对对。1分了，赶快打一打，进去时间再快一点，太慢了。没事，打回来，打回来，没事没事。好，下1、2。对，即便现在屏东台电只剩下1分可以拿下本局的胜利哦，但是还是真的是不能去松懈哦，因为可能有一个很好的拦网，三大有线如果有个很好的拦网或是一个很好的 play， 这个气势会被翻转过去的哦。确实，对，都要特别小心。再做一次，小 B 被拦回来，台电还有长球。啊！结果太长了。对。哇，小 B 2次的快攻呢都没有办法拿下最后1分。那现在彰化三大有线来到21比24。有啦，总算第3次还是做给了小 B， 没有问题。在第一局，最终只有屏东台电以25比21收下，暂时1比0领先了彰化三大有线。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1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
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一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一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一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颖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收过一个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抽到一个 UA 的包包，蛮实用的。然后最坏的礼物大概就是一包卫生纸吧。收到一个非常80年代的一个女歌手的唱片，因为那个是要用那种很老式的唱片机放啊，家里也没有，所以后来就摆在家里，然后就摆很久。让我最难忘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对我觉得蛮实用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学的时候交换到一瓶很独特的百威啤酒。那时候我们学校玩交换礼物，然后他就抽到老师的 Uniqlo 2000块随便选。高中要搞怪，所以我收过最奇怪的礼物是那种焊接的那个面罩，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用。企业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欢迎再回到台电跟三大有限之战。在第一局，我们看到屏东台电25比21拿下，在进攻部分呢，包括了攻击率还有攻击的得分、拦网都比三大有线来的更加出色。然后三大有线呢，只利用对手的失误呢，是多拿了3分啊。所以我想，在整体的数据部分呢，第一局台电的攻守确实都压过了对方。那在得分的分布部分呢，在屏东台电这边，包括了祥明跟郑良都是3分，小杰是2分。那在三大有线的部分呢，子林拿了6
6分啊，目前是全场最高。另外恩德拿下3分，建豪拿下了1分。对，没错，尤其像在屏东台电第一局哦，确实把他们的优势哦，就是快攻以及拦网都表现得非常好。那在三大有线这边比较可惜的是接发球吧，我觉得接发球的到位率可以再提高一点，他们才能够做更多的搭配哦。是。啊，当然在得分点的分布啊，屏东台电还是相当的平均啊。哦，场边邱姐的这个球迷很多啊，恩德目前在得分榜上呢是名列前茅，在第2名。很可爱，大家牌子都很可爱。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做个牌子？我还自己要求大家帮梦话做一个版本，帮我们主播台这边对。台电对有效的拦网快攻，对，确实是出手稍微早了一点，闪过前排的拦网哦。怡辉的快攻拿下了第1分，雨辰。哦，这一球是出了界外，所以屏东台电呢再拿1分。对，不过你也知道，现在其实，在三大有线这边球到位，确实有做一些攻击上的变化，去做切动哦。刚刚有做一些掩护的进攻啊。是。好。哦，泽英在第1局拿了全场最高的6分，那这时候在第2局也先跳出来。掉一个，好，张华三娜收下之后来看这一波台电的机会，快攻。哦，台电他可怕的是，该拿的分数基本上他都会拿得到。对，就会知道他们就是真的算是一支很稳定哦，然后以及也比较传统的一间学校，这样不是传说是学校，年纪这么大，一支球队，对。文成的发球，啊，出了底线界外，不过主审这边是，主审其实刚刚第一时间是判了三大有线这边得分哦。对，因为主审其实站比较高，可以看得比较远。他们主审已经有，那应该是看看台电要不要挑战，应该是这样。没错。邱姐刚刚的反应是这样啊。对。邱姐在场边还是很可爱哦，碎啦，邱姐碎啊。对啊，我说其实很多场邱姐的存在，以及邱姐在球队上的一个贡献哦，其实大家都有目共睹哦。她对球员的照顾啊，甚至都很呵护球员。我觉得球员应该也都觉得邱姐这样子是一位很好的教练哦。对，虽然因为有时候就觉得说邱姐很凶什么的，但是我觉得那不一样哎。了解邱姐，你就会知道说，她真的是求好心切，想要希望球员对事不对人啊，完全对。啊，很好，对廷翰的这样子的突破就很棒，因为他没有选择打中间的部分哦，他是选择利用拦网的手去打一个 touch out 哦。这也是廷翰必须要成长啊，毕竟这个大一来到了这个气排的舞台啊，真的要慢慢吸收了。没错，面对每个都是学长，他该怎么去突破，以及他心态上该怎么去调整哦，我觉得这都是他很大的一个课题哦。郑良的发球，斜线守住，防守好球，大炮，一直，哇，廷翰来了，哇，廷翰，刚刚一个直线touch out，现在是一个斜线的重锤。
廷汉过去在风商就很会飞了。是。接发到位，祥明。啊！台电打了 touch out 之后，来到6比4，祥明持续来发球。后排来一个，还有，哇！哎呀，可惜这个鱼要救球差了一点点。对，整个在连接上哦，稍微我觉得是稍微慢了一拍啦。对，不是不好，但是就真的是稍微慢了一拍哦。是哦，少杰。可能我也要顾虑到他其实很高，对不对？对，跟女生不太一样。对，你的话一定是带得起来啦。对，因为我才170嘛。你才170。你不要欺负人好不好？女生你才170。哎，不过我还是要反评一下，大家都不知道我170，每次看到我都会说，原来你这么高。对，因为我队友太高了。是。看这个反攻，好难得，找到机会了，非常的开心啊！这是压在界内，所以三代有限的利用这一波进攻呢，将比分给扳平。没错，今天的这一波比较像是今天第一次出现哦，所以他们应该要多有这样子的来回波来取得一个得分点哦。玉林发球，哇，可惜短了。就正要就是这样，我觉得球队就是很有趣的，就是你正要热起来的时候，对，你的士气好像正要被燃起来，对，就好像是浇了一个冷水。没错，就是这样子，就稍微有点可惜啦，对。少杰，很棒，对，整个是停在空中上，看到拦网的手，最后才做出手。好，再来看一下。在空中停顿，对，因为毕竟他的面向其实是面斜线哦，所以在拦网者的部分一定会抓他的斜线哦。有这个接发到位，直接用压的。对，高度够，其实在怡辉啊，甚至是在小杰这边的中间手就有很多空间可以去得分哦。对。好，怡辉在手法上啊做出了调整的变化，目前8比7。哇，接发球出了点问题哦。好，那现在是台电的 chance ball， 快一点啊！在台电就是在整个 chance ball 的进攻哦，基本上啊，我觉得已经8、9成就是一定会得分了。对，这个得分率太高了。对，其实本来就需要具备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哦，因为 chance ball 其实就是一个机会了。对，那机会给你了，你要把握住啊，至少要9成以上都要把握。没错，对。这有点像是大家现在这个棒球热嘛，如果是无人出局，你3垒上有跑者，你就是要拿回来1分嘛。没错，对，就是一样的概念。哦、对。啊，发球又短。对。哇，今天的三代有限在第2局比较可惜，得分没办法连贯啊，所以这个分数上面啊，始终追不上屏东台电。那现在10比8。文成接到位之后的进攻，嘉轩直接整个，哇，嘉轩守得非常的精彩啊！没错，哇 ，touch out， 这一次三代有限打了 touch out， 哦，大界做给了恩德，最后偏向了直线。哎，长了，没错，又是失误哈，因为像刚刚得分了，对，挂网，然后现在是长了，对，是第3颗喽，就没有连续得分哦。后排。对，其实很明显看到，其实三大有限这边如果有把球接到位哦，他们要得分几率真的
还是很高的哦。接发球之后的快攻，对，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搭配哦。少杰的快攻得分目前12比10，领先的还是台电郑良发球。郑良今天拿了5分。哦，有了哦，只要接发球稳定啊，对于彰化三大有线来讲，哦，得分率提高，那分数能够咬得住啊，来到比赛的中后段，能够持续带给台电压力。对，毕竟在台电这边的拦网是优势的话，如果他们接不到位，都一直打修正球，那修正球更不用讲，拦网的牌面一定是做的最好的时候哦，马上失误。今天的三大在第2局的发球，对，怎么会这样子？哦，这种没办法连续得分，蛮影响球队士气上的延续啊。是，小敏。哇，恩德在后排啊，跳出来打了 touch out。好，大界做给恩德。哎，怎么回事？第4颗，怎么回事？对，哇！球姐只能摇摇头啊，回去每个人练50颗。对，50颗够吗？我们以前都白起跳的，白起跳是不是？对，白起跳的。哇，接发球不到位，接发球应该救回来，前起跳。哇，前起跳 ，OK。梦话跟雪莉讲，快攻。哇，对，哇，是不是奥赛？哎，哇！结果这次的快攻反而是台电没有把握住啊！对台电来讲，这是比较少见的失误，但是场边提出挑战。应该是挑战，挑战前排拦网有没有触球哦？好，再来看恩德，哇！为了救这一颗球，我们的看板，今天的看板，不管是在第1场比赛、第2场比赛，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对，但是我们希望球员不要受伤。第一的要务就是球员不要受伤。OK， 对，镜头比了一个 OK。好，目前在得分榜上呢，子琳第1局拿了6分，现在拿了10分了，全场第1位来到双位数。恩德拿了7分，玉林拿了3分，那怡辉7分啊，少杰跟小敏呢各拿了5分。在整个接发球攻击的得分比例啊，屏东台电还是以65.4%啊，胜过了彰化三大有线的60%。那防守后的进攻呢，也是略微的比彰化三大有线的更好一些些。好，来看，有了。确实在外侧手这边是有去 touch 到球的哦。好，那分数要改写成15比12。这是小杰的发球。好，转成直线。对可惜落在了界外，子琳。结果小杰的发球挂网，台电这边也出现难得的发球失误，现在形成的是3比16。看一下这个，对大界，不要被传染了，大界。好，发过来，后排正良，好，再带起来，还是打，台电的机会，蹲成。扳回来，这是落在界内啊！对，哇，
我们看到嘉轩已经拼了命要救这一颗啊，但是喷的速度太快了。对，不过还是要说一下，其实嘉轩有这样子的动作，其实是好的哦。那总比在原地看球落地好。没错，对。大家都知道，每一位队员都是拼命的要化解每一次的危机啦。就是不是没有注意到，是有注意到，只是真的落点太巧妙了一点，太快了。对，好球。哇，3人拦网，电塔已经完全建构起来了。没错。哇，台电电塔，我们再看一次。台电电塔。3本柱。对，最高压的高压电塔。真的。哎，对，好棒，可惜了。对，想要挑战，第一时间主审这边是判断了 touch out 哦，不过这边的校园教练想要挑战这颗球是 save 还是少赛？没错。哦，这个球迷开始在比动作了。对 ，save 是压线。这个看到他举移挥的牌就知道了。他这边什么都行。对，大界真的是什么都行，什么球都可以举啦。对。哦，当然在三代有线这边的球迷就比这个 elbow 啊。对。来看一下是 save 还是 outside。哇，没有沾到，所以挑战失败 elbow。好，15比17。三代有线发球要稳定，子林。好油破坏了。敢打，对。哇，贾轩救起来。对，反应很快哦。哇，喷掉。看，对。有吗？主审这边是判。outside 对。哦，那现在场边喊出了暂停，为什么呢？因为彰化三代有线追到剩下1分差了，目前是6比17。没错。接外的话提醒一下，旁边提醒一下。啊俩修正来无？无一定爱迄个，对，你看手机包的倒一个倒，我不要弄人靠吧。我你看我忘了，你有对个手气的，叫我好杀的。好，先接了，好，先接。我来，加油！对，虽然刚刚的郑良是稍微打了一个比较长的角度哦，不过我相信他一定是有想法去打，想要去打拦网的手哦。对，刚刚教练也提醒他一下。对，也有别种方式啊，其实都是方式，只是他在空中怎么去选择这个出手哦。打八股，还有吗？没办法。对。虽然文成在这颗球可能在节奏上是没有搭配的很好，不过文成的处理球相当的好，还是造成了一个拦网touch的一个得分点哦。文成的发球18比16，这球弹过去，哇，斜线好球。来看一下评判。好，这时候建豪下去休息，换上易安。接发好球，快攻，拦住第一波，快点。好，郑良这一次，彰化三大救回来，看这个反攻，好球，追平了18比18。是，其实很明显就知道，其实，在第2局，三大有线这边有很多罚球失误哦，对，至少4、5颗有。如果不要罚球失误，所以你反观现在的台电，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对不对？让比数可以让三大有线都可以让三大有线追起来，对。1分差，怡辉的发球，怡辉今天目前拿了9分。哇，长了一点哦。对。哇，这时候台电也送礼了。是。再回到平手的局面，恩德。有不敢放。好，来看台电这一波，交给祥明。对，其实，在台电这边也有一个优势哦。其实举球员在靠网的球处理也相当有经验哦。即便是球很靠网，他还是有办法把球举到好的位置，让攻击手出手哦。快攻拨一个，好球是玉玲。是。彰化三大有把比分给咬住，双方20比20。廷翰的发球，同样如法炮制啊。是，有时候不是要打得多大力，或者是要打得多华丽，但是就是赶紧去拼那个时间点哦。对，赶快把球处理掉，球落地就会得分嘛。没错，对不对？你打中也是1分，我讲这个点也是1分。我突然觉得我刚刚讲那个好不专业，球落地就得分，突然觉得我自己有点不太专业。但是我意思是说，速度得分的手段有很多种。对对对。那现在双方是你1分我1分啊。那在这边恩德再度跳了出来，21比21。好，依安下去，再把建豪给换回来。八股正良，哇，对，在雨辰这边的八股哦，也是拖得非常相当到位哦，让正良可以很充分的去发挥哦。对，而且正良的这一波进攻哦，是找到了中洞啊。是。少杰发球，好，单手举球掉一个，对，反攻。哇！对，其实球有点不够长哦，这样对明翰要去出手，确实是比较不好出手的哦。对，但是他真的经验够了。对对对。好，这时候屏东台电稍微拉开一点点差距，23比21啊，逼的场边也喊出了暂停。是。后半段仰一下，好，是。屁股向下10号投影横上。换个风水。暂停回来，2分差的比赛。哇，建豪，时间差来一颗，22比23。个人时间差拿下了分数。平衡。八股又是正良，这是正良的招牌啊！对。好，来看一下彰化三大这边提出挑战，界内或界外。挑战项目是界外球。
那当然，在彰化三代有些这一边呢，平汉是成为被针对的目标啊，接了24颗的接发球，是这一球完整的，对，在界内，所以挑战失败。差太多，你锁定呢，那场边都在讲，应该在界内啊，差的有点多。对。好，那在第二局，目前屏东台电出现的局点24-22。打包，直接扒，哇！怎么会这样？这个骂包太烫了，没有吃掉啊！天哪！哇哦！其实再严格说一下，其实他自己没有打过，没有关系。其实旁边的还可以再帮忙卡吧。对，大家可能都觉得稳了所以还是要专心啊。即使队友这一球 miss 掉，但是后头如果卡吧的话，还是有机会啊，还是有的，这还是活球啊。对对对。外围的剂量不一样。你一开始不要站到太靠我们，至少离半步以上，离我们一点，才有空间打包包。好，先接哦。确实哦，其实可以听到山原教练其实有对于这个状况提出最好的一个的指教，就是其实他离网子套太近了，所以他跳的时候。身体往后仰了，是自然的打点就会降低嘛。那如果像遇到这样子的往上球，他可以选择先退一步，再垫步起来去做这个往上球的处理哦。饼画上来，23-24，彰化三大还面临屏东台电的局点。哇！结果这个发球失误也成为在第二局彰化三大落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在第二局啊，持续由台电以25-23收下。目前在局数上2-0领先的彰化三大有限。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一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一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一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一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莹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收过一个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抽到一个 UA 的包包，蛮实用的。然后最坏的礼物大概就是一包卫生纸吧。收到一个非常80年代的一个女歌手的唱片，因为那个是要用那种很老式的唱片机放啊，家里也没有，所以后来就摆在家里，然后就摆很久。让我最难忘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对我觉得蛮实用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学的时候交换到一瓶很独特的百威啤酒。那时候我们学校玩交换礼物，然后他就抽到老师的 Uniqlo 2000块随便选。高中要搞怪，所以我收过最奇怪的礼物是那种焊接的那个面罩，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用。企业20年，
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欢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在第2局啊，最终屏东台电呢还是以25比23的惊险拿下。但在第2局，对于彰化三大有限来说啊，最大的致命伤还是在发球失误的部分呢。光是发球失误就送给对方6分啊！即使他们的进攻或者是攻击率啊，都比屏东来的更加出色，但是光发球一口气就相差了4分啊，也成为第2局的致命伤。那在整体的得分部分，我们看到台电还是多点开花。祥明、怡辉跟郑良都是4分。那第2局呢，彰化三大有限这边跳出来的是恩德，他拿了7分。另外子琳也是拿下4分。那廷汉呢，在第2局也有进攻上的发挥。对，所以其实刚刚从数据看来就可以发现，其实屏东台电这边哦，在拦网上啊，确实是没有来的第1局那么强势哦，所以取得变成说，虽然说整体感觉是优于三大有限，但是在比数上就没有这么的漂亮哦。没错，那第1局屏东台电拦网是拿6分，那第2局只有拿1分。是。哇，完全是没有注意到中间有一个个人时间差哦。哇，不过是后排有踩线哦。所以是三大有限这边的得分。不过三大有限这边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后排有一支后排在后面，对，祥明在后排啊，对，这个威胁是在的。是。应该有触网，对。前排已经先有了拦网触网哦。雨辰的发球1比1，小球滚过去，快攻，touch out，建好。在整个快攻的搭配上面，对，还是非常流畅啊。没错，有这种吸快没问题。对，
完全如我所说，其实屏东台电这边的快攻真的是强项哦。那面对彰化三大武线这边拦网中间手也比较矮的情况下，所以其实在屏东台电打快攻都是可以有效得分的哦。哎呦，对，稍微跟网子有点摩擦到不好看吧。哦，弹网之后呢，哦，当然在整个频率上面不规则。建豪今天拿了6分，但是发球挂网。又是在接发球不到位的情况之下呢，让屏东台电呢再添1分。对。以辉最近3场的得分呢，包括今天呢，都来到了双位数。哇，又被拦回来。对，就像是在这个如果因为我觉得在三大有线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势哦，其实在之前的大界在举球，他其实在对于一些开网的快攻都是很敢尝试去运用的。那我觉得现在他们也是可以多去尝试很多攻击的角度啊，甚至打法都可以去试啊。好，这边有触网的犯规，4比5。哇，这个角度打得非常的刁钻啊，祥明。好球！请看打了 touch out， 对，选择了一个中间的穿越球哦。不过在拦网这边，可能在雨辰这边也是有飞出去的状况哦，所以中间是没有办法去靠拢两侧的选手哦。要勇于这样子去举，我觉得不错，因为其实雨辰在举球的时候，我觉得他偏保守一些些。那我觉得他有多一点这样子的想法，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文德的后排，对，没有问题哦。也发到位，哇，把鼓来一个，没办法了，喷掉。touch out， 对 touch out。好，来看子琳这一次的进攻，面对雨辰的拦网啊。平衡，够高，其实真的球要够高的话，在移挥就很好去发挥哦。这一颗球应该也是第三局打来目前第一颗
觉得移回打得比较顺手的一颗球哦。对。 接发没有到位，哦，没有包到球，对，直接偏掉了，10比7，目前台电3分领先。恩德的失误。好，学长上来，郭江上来，是接替了廷汉。 对，先稍微加强一下接发球哦，到位。有的一传呢，好的一传呢，才有后续进攻的机会。没错，没错。哦，还是硬打硬扛。后排，子琳，哦。 球其实说实在，在彰化这边，彰化有线这边呢、其实球如果有进2米啊，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有办法去做一些时间搭配，时间差的搭配哦。我觉得像他们就是少了这些东西，我就觉得他们就很比较单调。对，而且对方在防守上比较好判断。是。发球挂网。 哎，两边互相送礼。对。轮到恩德的发球，2分差，10比12。看这个反攻。对，子琳在后排再飞起来，再拿1分。 那台电在一开始，少杰已经先被前排给骗起来，第2时间再跳起来已经慢了，对，来不及了，这时候把冒充给换上来。哎，弹过去，快攻守住，好，哇，应该跳起来打的，对，没打，好可惜哦，快攻，拦回来，哇，可惜，对，在举球员卡吧也稍微慢了一点哦，因为其实举球员自己最知道自己要举哪里，所以他应该是可以更快的知道卡吧的站位哦，那。 他可能也稍微慢了一些些哦，不然这球其实可以卡把起来，继续重新组织一波攻击进攻。台电守住第1波，哇，国强这时候打成了直线，是。 接发到位，快攻，小强，小杰，
对，其实整体虽然说在台电这边哦，快攻是优势哦，那在三大有线这边就要想着怎么去破坏他们的接发球，让球进网举这个快攻。所以在三大有线的发球哦，确实是还是要再加压一点哦。对，哇哇哇！对，直接打到了屋顶啊！是。哦，恩德这一下吹得够重。好，柯政府上来发球。哇，危险危险！还有大家让开。对，好，三大救回来了。这个板凳席动作都够快，哇，突破直接掉。是。先来看这一个球，这个训练有素啊！其实人的反应其实蛮可爱的，真的。对，有没有哪一天可以打到我们这边来？看我们。我们要让啊，我们一定要让。我们要往哪里让？我就问。我们两边跳，你一边我一边。那我期待哪一颗球打过来啊？我们来试试看我们的反应会怎么样，换别人来笑我们两个。哇，是台电还是的土爆攻击很强劲哦。哇，宇辰啊，连续得分，有吊球，有强攻，所以现在形成了17比13啊。台电在领先的过程当中，当然战术打得更加的多元跟丰富。没错。在。但是还比出来到17比13，平东台电队暂时领先。4分差的比赛暂停回来，少杰来发球。恩德老三啊！哦，今天这个位置是打得相当顺手啊。对，不过我觉得今天三大有线真的整体来讲就比较，我只能用单调哎，对，比较好预判。然后比较没有连贯性，有点是自己在打自己的，对，所以才一直没有办法连续得分。哦，又是掩护之后的吊球。是。宇辰，哇，这球没办法带起来，可惜了。恩德来到4号位的进攻，拿下了分数。啊，三大希望能够有连续得分的机会。是，快攻，快攻，守住，再一次。哦，这球被压回来了，这是三大有线 Monster Block。是。来看一下恩德跟建豪，哇，结果是被恩德给拦死了。子林发球。哇，今天这个天花板到底是跟他们什么仇啊？第2次了。对。你看，直接的重锤啊！哦，国强一直拦网，场边三大的应援团啊，持续的来帮球员加油啊！
好，这时候再把易安给派上来发球。哦，在界内好球，又是敏汉。哦，这时候把韦志给换上来了，做一些人员的调整跟替补啊。是，也加强了后排的防守。这发球没有到位，一样是修正球啊，是直接有touch，有touch到哟，对，前排有 touch 到，还是打到刚刚的教练吧，刚好打到那个球员席这边哦。喂，没接好，直接把包被吃掉。刚刚看到柯宗甫，是，所以确实还是要在接发球这边、发球这边加压来去破坏台电这边的接发球哦。先接一颗了，好，应该先哦。哦，前面先接完再出去，接完再出去，不要一边接一边跑。图清来，图再来，好，图清，好，好。秀啊！阿朱，来先接，来，打一个，打一个。教练主要还是提醒，先稳定的接发球之后，再来寻求战术的进攻啊。对。目前19比20。恩德发球，哇，真的飞得很高啊！看得很清楚，他整个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往上飞。对，对对对，打点真的很高。对，好，冒充拿下了这一分。好，子琳后排攻一个，同样也来，是救得精彩，快攻好球，还有冒冲救起来之后，祥明，好台电的 chance ball， 好球，对，该得分的机会没有放掉啊，是。哇！但两边在防守上啦都拼了。刚刚我们看到冒冲，哇，这个单手的救球也制造出最有快攻的机会啊。对，今天的屏东台电确实在很多连接的卡吧或是防守哦，都比以往来的还要专注度还要提高哦。哇！结果这个发球直接是 S 落地。是。哇！冒冲上来之后的表现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哦。在冒冲有攻有守的情形之下呢，让台电23比19领先4分，场边喊出了暂停。继续是冒冲的发球，对，哇，这个发球又破坏，哇哦，对，破坏了三大有线这边的接发球，是，哇，冒冲一上来啊，在发球上面啊，给了三大有线极大的压力啊，是。
拦网成功。好，再交给茂聪。现在是要把他打数给拉起来，是不是？球都一直给他哎。好，三大打了，他恰好是国强。还是台电的赛末点，还是给猫。对，打定主意了。是。哇！这其实拦网都有成功哦。哦，这时候再喊出了暂停。是。好，一直要把球做给局末点的男人啊，曾茂聪。伊跳法一起来，迄个球伊就单独开啊嘛，伊就无可能大出啊，就卡在船台刷卖定掉的。没事，多少球，再，一样，先要再一个，来，一颗，接一颗啊，来。走。彰化三大有限没有放弃比赛，21比24，看看这一球会不会再做给曾茂聪。是屏东台电这边也不敢掉以轻心的，先喊了一个暂停哦，稍微缓一下他们的球员的节奏。我抢了罚球破坏了，对，看这一颗。哇！结果是打在网带上之后掉到了界外哦。比赛还在持续当中，对，三大有限 ，game 住。好，这时候把文成给换上来，对，稍微再增加一点点后排的防守哦。国强刚刚的发球非常的强劲，是。哇！这一球扎网进 S 球，国强呐喊了一声，23比24，双方剩下1分的差距了。哇！场边三大的球迷热起来了，是危险。场边啦啦队在喊了，哇！结果还是要吹了去，可惜这一球是挂网，没办法吃晚餐啊。那最终是屏东台电在第3局还是以25比23收下，最终是3比0击败了彰化三大有限，也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赛后访问。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
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一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一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一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一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莹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收过一个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抽到一个 UA 的包包，蛮实用的。然后最坏的礼物大概就是一包卫生纸吧。收到一个非常80年代的一个女歌手的唱片，因为那个是要用那种很老式的唱片机放啊，家里也没有，所以后来就摆在家里，然后就摆很久。让我最难忘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对我觉得蛮实用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学的时候交换到一瓶很独特的百威啤酒。那时候我们学校玩交换礼物，然后他就抽到老师的 Uniqlo 2000块随便选。高中要搞怪，所以我收过最奇怪的礼物是那种焊接的那个面罩，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用。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在赛后访问的部分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电的教练，还有2名球员。现在请教一下教练啊，因为台电在上个礼拜并没有出赛，那经过2个礼拜，那今天的天气又比较冷，会不会一开始有点担心，大家可能会比较慢热？一开始其实有担心了，是对啊，然后后面其实第一局开局下去的时候，看大家状况，就是还不错，还可以，对，是。不过我们看到你其实喊暂停的时候，你通常也没有交代很多，那大概就1、2句话的提醒，是不是也是把球员的专注度找回来而已？对啊，因为平常其实我们训练算很扎实嘛，对啊，只是他们失误的东西，只是有时候可能怕他们专注度跑掉，然后提醒他们，就是让他们再拉回来这样。是，所以今天在比赛当中，当然在第3局最后有一点点小小的乱流，不过大家还是能够回神，最后把这个胜利拿下来。谈谈今天球队的表现，满意吗？今天其实大致上都还 OK 啦，只是有一些就是后半段有一些接发球的小乱流，对，不过在第1局的篮网是表现得非常好啊，光靠篮网就拿了6分。这个部分台电上面有没有特别的这个诀窍来针对对方？其实我们篮网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优势嘛，对。然后我们今天刚好篮网第1局的时候有把这个我们自己的优点都做出来，是，对，就把握住好几分，对。OK， 好，那来问一下祥明好，那祥明其实球迷蛮关心你的伤势啊，因为在2个礼拜前的最后一场比赛是没有打，那不过今天看起来应该是完全 OK 了吧？对啊，完全 OK， 因为就是上礼拜就有休息蛮够了，对啊，所以就调整的都还不错。所以
在休息之后再回到场上，感觉这个手感好像可以马上抓到哦。对啊，就是平常也没有闲下来，也没闲下来。虽然有受伤，不过该做的复健啊，该做的训练都还是有到位。对。那谈一谈今天跟这个举拳王搭配，打起来还蛮流畅、蛮顺利的。对啊，就是还算，就是还在找感觉，因为还在找感觉。毕竟2个礼拜没有，就是比较没有动。对，没有动。对。所以我想今天的一个比赛进入状况，接下来的这个球感应该马上可以找回来吧？对啊，就是都可以找。对。是。那你觉得今天觉得自己表现最好，或者是接下来需要修正的部分，2个部分帮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接发球跟攻击可以再稳定一点。接发球跟攻击可以再稳定一点。好。那当然，今天的表现还是非常好，帮助台电拿下胜利。我们来最后请教一下茂聪，我想，最后其实蛮明显的，教练团或者是队友都要把球做给你。那我们看到一上来，其实你也发挥了很好的一个，不管是进攻或防守，尤其在这个防守部分，一个单手的这个救球，也带动了球队的士气，包括最后的发球，都给对方造成很大压力。谈谈你自己怎么准备，在教练团叫你上场之后呢，马上就能够做出贡献。教练团就有提前跟我们讲说，等一下会换你上场，所以就在后面就保持热身啊，天气也比较冷，就多穿一点这样。所以你自己也是不是像一个微波炉一样，其实平常也都准备好了，就是教练团只要让我一上去，我就能够做出教练团所要的要求。对啊，因为就是换上去就比较不容许有失误，所以就要保持身体的那个热度这样。是，所以你在场下其实都已经先做好准备了，对，随时等教练团给你的指示。好，那最后我们来谈谈，其实最后一分一直要做给你，过去你都是局末点的男人，但是最后当然没有拿下那一分，但是你们还是顺利收下分数，所以当时也知道队友就是要把球给你，你也要死命的把这一分拿下来，对不对？对，就是比较可惜，就最后队友都相信我，但是就没有把握到这样。是，不过没关系，我相信接下来还有很多比赛还是需要你啊。那还是恭喜台电在这场比赛，是以3-0拿下比赛的胜利。好的，那我们现在再把这个主播台交给梦话。好的，非常恭喜今天屏东台电拿下本场胜利哦。其实不管有没有赢或输，我觉得第一个最主要的其实是在身体健康，尤其现在天气变冷了，那球员其实在运动前的热身以及运动后的一些收操都要非常的确实哦。那在茂聪这边呢，其实他在整个救援的表现上啊，都是非常能够去带领球队吧。没错，因为我觉得他就像他刚刚说的，他一直为他要下场的这个准备是必须要做很多的足够的准备啊，热身啊，对，是一刻都不能闲下来的。那小明刚刚也有说，其实他在受伤的过程当中，虽然他没有跟球员一起打比赛，但是他也是没有闲下来的，因为必须还是要做一些运动伤害的防护啊，甚至是治疗以及复健。因为你如果2个礼拜都不动的话，你的肌力很快就会去下降，那你要再马上拉回去高强度的比赛，对整个球员跟球队来讲，其实都还蛮困难的哦。是的。那我觉得今天3大有幸也稍微比较可惜一点，感觉比较打个人，比较没有那种团队。对。那我希望他们就是在以后的比赛当中，可以稍微修正这一点。是。那但对于3大有限来讲，比较可惜的是他们真的蛮辛苦的，因为连续2周的主场日，然后包括在这个周间又进行大专杯，对，所以好像是已经连续打了7-8天的比赛，所以我想对于这些年轻的球员，我想体能上是 OK， 但是有时候你每天都在比赛的状况当中，好像比较没有喘息的空间，也让他们在调整上面确实出现了一点点小问题。对，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人生阶段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那如果你都把这些比赛拿下胜利的话，那你的成长会是在哪里呢？确实啊，当然对于彰化3大有限来说，他们在周间的大专杯是表现得非常不错。不过在企业排球联赛，目前3大有限是陷入到连败的一个状况，对，比较辛苦。对，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赶快提振士气，那在寻求在主场至少能够拿下1胜啊。所以希望3大有限呢，在接下来比赛呢能够越来越好。那这边请观众朋友再期待一下，在下一场比赛呢，将为大家送上的是台北康体对上连庄的赛事。那本场比赛转播工作呢也到此告一段落，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敏庆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迷梦话，祝你顺心，我们下一场精彩的比赛再会了，拜拜，拜拜。